在萧炎进入血池的那一刹，一道道细若游丝的血色能量就如同穿梭的细针一般，狠狠地对着萧炎体内刺去，最后极为蛮横地撞进毛孔之中。突然间的剧痛直接让萧炎倒吸了一口凉气。刚开始会有些痛，血脉之力必须先将体内的普通血脉洗刷而去，方才能够重新将拥有着血脉之力的血液灌注进入你的体内，这是传承的第一步，换血。见到萧炎迅速苍白的脸色，一旁的萧玄出声道：作为能收服异火的男人，萧炎怎么可能不行呢？咬紧了牙关，萧炎强行忍住了那种撕裂般的剧痛。然而体内血液的流失让得他感到极度的虚弱。萧玄朝着萧炎眼皮逐渐耷拉了下来，猛地就是一声厉喝：不能昏睡，否则旧血清除不干净，就无法将血脉之力发挥至极致。萧玄的厉喝声直接就让萧炎一个机灵清醒了不少。这一清醒，虚弱和剧痛的感觉更加强烈了，但只能咬牙凝神，苦苦煎熬着。开玩笑，毕竟罪不能白受啊。血池旁的薰儿见到萧炎这般痛苦，忍不住玉手紧握，十分心疼。萧玄见此情况，长叹了一口气道：唉，非常时期只能行非常手段。然后就在血池旁盘腿坐下了。1个月后，萧炎如何从帅小伙儿变成濒死的皮包骨，过程就不细说了。接下来只要将拥有血脉之力的血液灌注进入萧炎的体内，就大功告成啦。然而随着又1个月过去，一缕缕血丝钻进萧炎体内的过程中，萧炎眼看着再次变成了帅小伙，气息也越来越强的时候，一道低沉的炸响之声突然响起，一时间血芒四溅，一股紫金色的光芒诡异地自萧炎体内弥漫而出，竟然是将那些充满着血脉之力的血丝阻拦了下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直接就将薰儿二人整不会了。什么情况？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萧玄皱着眉思索了好一会儿后，手掌猛地一拍，一道充斥着极端惊愕的声音就从其嘴中传了出来：龙皇血脉之力，这种传说中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萧炎身上？龙皇血脉之力是什么东西？薰儿更疑惑了。注：龙皇是指拥有着太虚古龙与远古天皇血脉的神秘生物，是魔兽界中的真正至尊。萧玄有生之年都未曾见过，至于萧炎是怎么得到的，可以看牛牛之前的视频。之前给萧炎清除血液时，不知为何并未将这所谓的血脉之力清除掉。现在的重点是龙皇血脉之力正在阻止萧家的血脉之力融入萧炎体内，强行冲撞的话只会令得萧炎受到重创。薰儿很是担心萧炎现在的情况，时间紧迫，萧玄几番权衡以后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想要一些古族的血脉之力，因为萧玄当年发现萧族血脉衰败之时，就亲自实验过将2族的血脉之力融合在一起。虽然失败了，但他也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用强悍程度丝毫不逊色于斗帝血脉的第三方来调和，成功率将会高达80%。而萧炎现在的情况很适合做一场赌博，毕竟龙皇血脉就是那最适合用来调和的第三方。萧玄这疯狂的提议一说出，饶是以薰儿的定力，脸颊都是忍不住的微微一变，因为血脉之力这种东西一般都是被他们这种种族视为族中最高规格的机密，绝对不能容许外人得到。而在薰儿的认知里，同为斗帝血脉，两者根本不可能进行融合，如果强行融合失败的话，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可是萧炎现在的情况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80%的概率，萧炎哥哥一定能渡过难关的。薰儿并没有迟疑多久，就同意了萧玄的提议。萧玄见此情况，直接就是一抱拳，微弯腰的冲着薰儿道：我待萧炎与整个萧族先行谢过。对于萧玄的大礼，薰儿只能是苦笑。他明白萧炎的骄傲与愿望，而且萧炎现在的处境并不好，想要在这实力以及势力都是极其强悍的对手中以胜利者的身份脱颖而出，那么他便是必须具备强悍的实力。轻轻地吸了一口气，薰儿玉手迅速结出几道奇异印诀，旋即指尖在皓腕上划过，不多时一颗约莫有半个拳头大小的血球就悬浮在了血池中。薰儿停下了，白着一张小脸轻声道：萧玄前辈，这些便是我所能抽调出的绝大部分的血脉之力，
若是再抽离的话，便会影响我本身的血脉等级，而这种事情一旦被族中所察觉的话，他们必然会联想到萧炎哥哥，到时候萧炎哥哥反而会身处险境。作为萧族曾经的族长，萧玄自然是明白，轩儿愿意抽出古族的血脉之力来给予萧炎，那已经是冒着何等巨大的风险。虽然这些血脉之力看起来似乎不多，但轩儿想要将之补充回来，至少得需要修炼2年时间，这份情不可谓不深啊。再度对着轩儿抱了抱拳，萧玄郑重的道：“已经够了，多谢。”轩儿微微摇了摇头，目光凝视着池中双眼紧闭的萧炎，柔美的笑了笑，并未说话，许是因为能帮上爱人而高兴吧。萧玄见此情况，摸了摸胡子，笑道：“放心，会交给你一个比来时更加完整的萧炎哥哥。你先好好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事便交给我。”随后目光转向血池，双手闪电般的结出一道道印诀。宁的低喝声响起之时，那血池顿时高速旋转起来，而萧炎正处于漩涡中心，身如石雕，纹丝不动。随着血池的旋转越来越剧烈，萧炎身体之上弥漫而开的紫金色光芒逐渐变得暗淡。某一刻，一枚半个拳头大小的血球陡然飙射而出，闪电的撞破紫金光芒，然后重重地轰在萧炎胸膛之上，随后就以一种极快的速度迅速融进了萧炎身体之中。 OS 咱就说不用查一查血型的吗？血球融入萧炎胸膛的那一刹，一道道细小的血箭不断地自萧炎皮肤中射出，转眼间便是将其渲染得如同雪人一般。轩儿见此情况，心疼极了，惨白着一张小脸就看向了萧玄。萧玄深吸了一口气，手中印诀再度一变，就见那高速旋转的血池汇聚出一道道血拳，接连不断地撞击在萧炎身体上，而每一次撞击，血拳都会诡异地侵入萧炎体内。这下好了，两股斗地血脉之力，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你一拳我一脚的相互拼杀轻视着，颇有一种不死不休的架势。萧玄趁着这俩货打得正开心的时候，活像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把那隐藏在萧炎身体某一处的龙皇血脉之力也给拉进了战圈。方法好像是有用的，不多时，这3种血脉之力就像是不打不相识似的，开始手拉手玩起了爱的魔力转圈圈。3色血液圆圈转着转着，居然就开始融合了，虽然融合得极慢，但1个月后还是有一丝丝呈紫红色的奇异血液缓缓地自那圆圈之中流淌而出，最终凝现出了一枚约莫拇指大小的紫红色菱形晶体。紫红灵晶出现后不多时，便是化为一道紫红光芒，狠狠地射进了萧炎的心脏。当然没有一晶穿心啦，想什么呢？灵晶融入后，随着萧炎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会释放出一缕缕紫红色光芒，令得其心脏的跳动更加的有力。成功了！手掌重重地握在一起，萧玄激动地喃喃道：“成功了，真的成功了！”轩儿见萧玄狂喜的表情，紧绷的心也终于是一松，连忙叫道：“萧玄前辈！”轩儿的叫声成功让得萧玄冷静了下来。萧玄看了看轩儿，重重的点了点头，表示他们真的成功了，然后目光转向萧炎，才开口道：“血脉已经融合成功，不过由于古族血脉与龙皇血脉并不多，所以这种新生的血脉之力也无法贯通萧炎全身，只能将这里血脉放于心脏深处，逐渐的培养。等日后这种新生的血脉之力足以流通萧炎全身所有血管时，便是真正的大成。到时究竟能否突破斗圣，进入那1000年未曾有人达到的地境，得看萧炎确切的造化了。”对此，薰儿点了点头，表示明白，内心却是期待着整个斗气大陆为萧炎哥哥而颤抖的那一天。接下来便是等待他将我所遗留的能量彻底吸收了，时间不会短，这段时间你便在此处静心修炼吧，这里的能量是天幕最为浓郁的地方。萧玄冲着薰儿道。薰儿轻轻点头，美眸盯着血池中的萧炎，好半晌后才缓缓闭目，进入修炼状态。萧玄见此情况，微微一笑，看向血池中的萧炎，若有所思的低声喃喃道：“小家伙，魅力倒是不浅啊，实则老夫狗粮都吃饱了，滚犊子的赶紧！”小知识，拥有着神品血脉的远古种族之人，
随着年龄的成长，心智会逐渐变得完美，这种完美意味着很难会对异性有特殊的感觉。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呢看到这里啦，给年代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年代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